房间是一个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一间舒适干净的房间，让人家觉得心情愉快；一间肮脏不整齐的房间，让人家觉得心情烦躁。听说今天的主角 Xavier 呢，拥有着人人羡慕的梦想职业，在他光鲜亮丽的背后，到底住怎么样的家，又遇到什么问题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交给我，让我帮你加减乘除，烦恼进出。我是 Xavier， 目前是个空中少爷，在多姿多彩的空中生活背后，我每年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不在家，这一直困扰着我不知道如何打理家。希望趁这个机会，可以还自己一个舒服的生活环境。Good morning, Xavier。 Morning， 你好，你好。你好哎，听说你很少在家的，大多数不在家，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空少哦，所以很少打扫了啦。 ，off day 的时候就会打扫了。厉害，要找我来帮你打扫。 Of Of course 啊。哎，房间乱不乱最重要。点点乱。真的吗？我听说不是哦，你不要骗我啊！骗我你就知道。我进去看看。好。哇！恭喜发财，我有空再来。我一搭进这个家，单单看那客厅也好，我不觉得这个家是有人住的了，感觉就像一个货仓，怎么可能有人住在里面呢？这个给我感觉不像是东西，是垃圾，垃圾，真的是垃圾。大多数啊，因为不懂谁要的嘛。什么叫不懂谁要的？垃圾都是必要的东西嘛，对吗？对你是空少，你这边已经很多个行李箱都已经坏掉了，是吧？对，坏掉了。这些是什么东西来的？这个我不肯定啊，把这些是我会用到的东西啊。这个叫做你会用到的东西，你会用到什么东西？苦了被我做工也会用，这些是你上班的时候会用的东西。会用的。这个 ice 在里面还冷的吗？你觉得？我会 freeze 啊，要用的时候所以这边的东西是你会用的。会用。哇，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的？如果我跟你讲要拿一样东西，你知道在里面是什么来的？可以，呀。真的吗？你先不要看了，我随便 check 一下，我看你懂不懂有一样东西在哪里。OK， 里面有没有吃的东西？有有什么吃的东西？有饼干，真的是有饼干的。我刚才看到一样东西，我以为什么东西？我以为是玩具，这个是饼干的对吗？对，可以吃的吗？这个应该是会丢的，我还没有丢，因为所以你就讲这些，你说单单这边是你会用的东西，我不懂你要从何用起。而且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按摩脚的，对，你怎么坐在这边按摩？很久没有用了。哎呦，他堆积杂物的方法是超乎想象，极度夸张的。他是叠的，差不多要靠近天花板了，不是在某一个角落，是几乎整个家嘞。这边我会用到的啊，这个我做工。这边你还会用到？这个是你平时上班对，用的上，班会用。这些应该放在房间的吗？为什么你会丢啊？就平时出门裤子还没有穿好，就在这边。我衣裤直接穿好了，然后我就是来这里翻表这些手表，这些是什么 moisturizer， 你就在这边这样一边做一边用没。有，这些我会带on board。很多纸袋里面有什么？你确定里面没有蟑螂吗？我跟你讲，我最怕蟑螂的。你怎么知道？肯定。怎么肯定？你有翻过吗？你多久没有翻过了？你翻开来是原因在哪里？然后找东西的时候需要一些东西，可能找不到的时候。我真的要佩服我们制作组可以找到这间家嘞。我记得不用暂时，肯定是排名第一名的。我这个客厅是排名第一名。好 ，Number one, no fight。那前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去看看。好啊。哇，竟然还有一个小这样的一个迷你空间呐。对，我很好奇，这3张是。不要跟我讲你在这边睡觉，不是，我在这里做运动。你这种是懒惰人做运动，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做？因为我可以一边看电视边做啊。你怎么看？电视在后面，你在这里做。可以，我开着我这边。你不止伤到腰哦，你还会伤到颈项。哪有人这样做？哪有人这么做的？真的，这要让你知道，也让观众朋友知道，这样子做运动是不对的。对，好。然后你看电视是有时坐在这边看电视的，你电视还可以用的吗？用房间可以。都已经。它为什么好像已经发霉，还是烂掉，还是裂掉了？它是裂啊，因为它是 wear and tear 了，已经很久对吗？对啊，很久。然后这些电线也是这样摆，很危险，不可以，真的不小心哈，就是解决了，真的是解决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纱布是做什么？有时 photographer 会用到，然后我就这样 cover 吧，因为要拍嘛，我就直接这样盖着。所以你今天是为了我们来拍摄，所以用这块漂亮的纱布来遮住，来。正确。直接盖我的头好了，盖我头什么都不想看，我直接走上来。为什么你不要好好的收拾一下你的这个客厅呢？因为讲老实话，有时候我清理一天就不懂要怎么清理了，而且有一些是我姐姐、爸爸的东西，还有妈妈的东西。
所以也不懂哪一个要丢，哪一个不要丢。所以一家人以前住在这边，然后现在各自搬出去了，结婚了。而且几年前我妈妈也是身体不舒服，就比较照顾我妈妈，所以就比较忽略了家里。哦，所以就这个原因。对。OK， 那我明白。不过呢，今天是做你房间嘛，对吗？我觉得可以从这边开始，就是以身作则。然后让他们看到播出之后，看到你的房间变得那么漂亮，那么整齐，他们可能看了也会觉得，是啊，我是时候回来客厅，一家人全部在这里把客厅给整理好、处理好，可能就很干净、很整齐，对不对？我希望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好不好？那现在要进去另外一个鬼屋了，对吗？好，这像什么的？这是放衣服的。谁的衣服？我的衣服。哦，很好，很开心，因为至少房间少了这块东西要做，房间没有衣橱是吧？有。我多希望你跟我讲说，我的衣橱在外面，房间没有，我会少很多。为什么把衣服摆在这边？你直接比较容易用，我就拿了，因为里面太难走了，没有什么位，所以这东西放这里可以拿，这里有空。太难走这3个字听有点可怕了。刚才我进来之前呢，我的工作人员跟我讲说，这个客厅只有 CTE， 没有 AYE， 没有 PIE 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说你的房间有什么路？你跟我讲。我也不懂有什么路。One way 了，新加坡Irrawaddy Road 了。好，那条是 one way， 没有 two way 的。这些是你平时出门穿的衣服。对，应该没有分类的吧？哈，没有分类。哦，所以因为房间不够地方，所以摆在这里。对，上面这些东西呢？这个我爸爸的食物，这些很久没有动了，所以可以移开的啦。像这些空盒子，讲真的都可以丢掉嘛，对不对？这个也可以丢了。还是一句话，谢天没有来管你这个客厅了。真的是 one way 嘞！你看 one way 怎么右蹬还要让来让去，你看怎么右蹬2个顶着，哎呦，这个真的是 one way 嘞哈！等一下，这是什么来的？为什么在这边放一张？不要跟我讲，你跟我收费哦，跟我讲说今天我们的那个收费多少钱？我可以看了吗？可以。什么东西来的？这是什么？这是你要还的账单啊，账单啊这些，然后我一看到我就记得肯定要去做，或者我爸爸的 bill 啊这些有的没有。哦，对，所以这个是目的在这里啊。对。哦，说你账单不多了哈，所以我不要弄乱了，这样放这边。Anybody home？ 现在真的有人下了，所以我们进去了啊。好。Anybody home？ 等下真的有人下了，所以我们进去了啊。好。还好哦，真的是没有骗我哎。哦，这个房间没有感觉上这么可怕。只是电线一样了，很危险，这个真的很危险，我要强调哈。好，这个是你读书的地方，你现在在念什么 ？SCA 会计。哦，你自己在念会计啊？你是空少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要自修这个会计啊？因为我已经读一半了嘛，以前我是审计师。哦，后来就放弃了，去当空少。对，空少。我不懂了，我这样进来后，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房间应该不会有太多东西哦。只是觉得有点小好奇了，你的窗口那些遮光，但是也很奇怪啊，遮挡这个光可以买那些好的窗帘，还是就算一个普通的窗？要钻洞这些。呀，不懂要怎么做啊？哇，你情愿不要钻洞，你这样绑啊，1、2、3、4，我这样算至少20、30个那种扣啊。对，而且又不美观呢。你就遮这边的，这边没有遮，没有作用啊。是啊，这边也遮一点点这样。下面这些东西里面是什么的？纸袋。很喜欢收纸袋哦。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这边就没有管它了啊。我读完书，我就会开始收拾了啊。我就是读，然后我就东西就这样丢。所以你不就是这样，然后等你真的考完试了，然后我又开始收拾。你会收拾？你确定吗？确定。我的逻辑就是房间一定要最清洁，尤其是我的床。这种叫做清洁哈。他的样子真的看不出会收这些杂七杂八东西的人，真的是人不可貌相。我很好奇是橱里面是什么东西。哇，我还是第一次看人家这样子放衣服了。它是摆到平扁的了，已经是差不多能挤就尽量挤了。哇，这些衣服是应该很少穿的吧？对啊，这几件有啊。这些是你的工作服吗？不是，因为以前做audit的时候，这个有时以前去 interview 的时候，上班要穿的比较正统一点是吗？去 interview 的时候会用到，然后有时 training 的时候会用到，然后我偶尔会做 photographer 啊，所以这个是3件衣服啊，平时穿。还有别的衣服？你说后面不穿了吗？没有动。不过我可以肯定看这衣服，你看它的颜色哦，你看已经泛黄了。这边什么东西？哇，这些呢？这些我的，你的废物啊！
很久没有动了，这些毛巾还可以用吗？没有用。啊，又破又旧又有味道，发霉，然后这些手表这些也是不能够用的。对。打开他的衣橱的时候呢，他的衣服啊，随时都可以溢出来感觉。那他说他常穿的衣服都在客厅那小橱柜，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要把房间那些不要的衣服全部捐出去，留在那边做什么？哇，我喜欢这句话啊！我先想办法过来，我一进门就看到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讲什么？Think of freedom after ACCA, you will get freedom. Yeah 咯 ，After clean already, you will get your freedom. Clean your house, OK。这句话你要永远记住哈。然后这些什么？这些你平时要做的东西啊。这里还有 clean house 啊。差不多4年了，写这个。就4年前你有打算要收拾你的家里？对。4年，这4年你做了什么？那很多哎，我 schedule 我的考试。然后我有收，我每个月收一下几天，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停止。你跟我讲你整个家 ，OK， 不要讲房间，哪一个角落你曾经收过的？我客厅，因为要把这个床搬进来。你客厅有收过，这种叫做收过。这个 clean house 哦 ，please。After 今天过后呢，真的快点实现这个。After ACCA， 好。OK，promise。真的啊，讲到做到啊。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宝箱了哈，这里面是我看也是应该是废物的了。哦，又是一堆衣服哦。有一些是我爸爸的啦。这个橱哦也很可怜的，你知道已经它已经塌下来了。对，你上面放了一些相机，你有玩摄影的，但是现在没有玩了，很少玩了。哎，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啊，记得一样东西啊。年轻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哦，会去拍摄，哇，买很好的相机啊，买啊，又买这些箱子来装啊，这个很快的3分钟热度，最多几个月甚至1年你不玩了。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曾经受伤过，我就不带。真的没有这个兴趣或者没有这种 passion 的话呢，不要浪费钱，要不然就像这样的后果，摆在这边像废物这样，里面还是你的这些相机，可能你都不记得你要用，还会用吗？会用，偶尔1、2个，可能 GoPro 啊，普通相机可能小的还用，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啊都很方便拍照片，而且它出国都不带了，现在对吗？出国都不带了，然后你现在因为这个东西造成这个橱塌下来了，哦，如果有什么事情，万一啊老人家刚才开除这个整个大些东西掉下来弄到老人家就不好嘛。你房间有多大？不是很大。为什么要买这么大的 king size bed 对吗？后悔了，我是single bed的，可是那个床太小了嘛。然后我姐姐 advise 我说，你要去买这些蛮大的，以后搬家这些你可以用。可是真的后悔了，因为其实真的不需要那么大。不用的，房间除非你的房间很超大才买 king size，我觉得这个很不实际，而且你房间这么小，这个占据太大位置。那我看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是烫衣板的。对。然后这个是你把烫衣板的布拿开，然后拿来当做一个桌子这样用。对。经历了这么多个可怕的家啊、房间啊、厨房以后呢，你的房间其实应该讲不是很可怕了。那现在我就要请我们的这个收纳达人来帮你教你啊，怎么样分类跟收纳哈，其他东西就交给他了啊。还好是做房间。这是我见到最乱的一间房子，这样笑容可掬的黄金单身汉可以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这么多年，我真的很惊讶。不过我还是一样找了2位专家，帮他的房间改头换面，交给我就没问题了。我是林凯恩，拖延并不能解决收纳问题，一拖再拖，只会让家里多出一堆又一堆的杂物。我是 Darren， 设计是追求真实与想象结合的成果。我希望透过设计为顾客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一进去这个屋子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压迫感，因为它的东西真的非常多，而且完全遮住了那一个窗口，透不过气。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家里没有收拾，只是凌乱一点没有关系，但以他家的情况，一旦发生火灾，就会难以逃生，后果是很严重的。来，欢迎！哎，来，哎，呦喂妈，你看这个椅子多阻碍大家，来站过去。OK， 好，来，第一个感觉如何？比客厅好很多，但是很明显是没有在整理。你会不会觉得这间不难做哎？差不多嘞，是不是我这样一眼看过去98%直接丢就好了，不用分类的。其实应该有很多东西真的没有在用的。没有，我 check 过了，没有。一进来的这个房间，我觉得真的是比客厅好很多。不过它的东西因为太多了，所以有一点拥挤。它地上的话，其实很多电线也会觉得有一点危险。这边说一说这个空间是什么空间来的？
我的线上课程需要3本书，因为它有时会 refer 啊、textbook 啊、workbook 啊，还有exam kit。重点就是他需要一张书桌，对吗？对需要一张书桌，对但是不可能用回他书桌吧？你看他书桌是用这些，我也不懂什么桌子，这个，哇，还有绑住的，我现在注意到了，哇，还绑，哇，很厉害嘞！不要给他掉。不要给他，哇，很厉害！刚才我那天 miss 掉这个东西，很厉害哦。我觉得给他一个 proper 的一个书桌了我是觉得要放的话，就是放在正中间啊，那边的正中间。因为起码的话，他进来的时候不会说阻挡到这里，还是阻挡到这里。对，因为这个一进门，你就是觉得他就是在你的面前，完全没有位走路。对，还有什么要求还有我的床吧，这个床太大了，它占位置。 ？Queen size 就够了，对不对？然后至于床位要怎么摆，到时你再帮他决定，是吗？好，够了吗因为我？需要一个地方可以做运动，我平常做仰卧起坐，所以需要一个地方，然后可以一边做一边看电视。哦，怎么 OK？你答应那么快呀？你知道你在客厅看到吗？很大的面积，他自己 DIY 的那一个。对呀，主要是要找一个角落啊，可以比较牢固的地方啊，可以跟他放他的做那个 sit 我 up 需要一个架也是。哦，就稳固他的脚的。不用了，我跟你讲，你直接做那个床哦，可以搬上搬下，他每天这样搬上搬下搬上搬下，又可以什么又可以做运动，那就搞定了嘛，是不是？哎，好 idea 哦。不矮一点。哎，各位观众，会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失散多年的兄弟啊？是不是真的是他哥哥还是弟弟？很像哦。哎，有一点像。怎么有一点像，根本就很像哎。凯恩，你看我笑笑脸这样，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做了这个房间，全部可以交给你了。因为90%是要丢，对不对？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感，还是你觉得你自己看法？我想问说，你家有蟑螂或者其他昆虫类出现过吗？没有蟑螂，有老鼠，很大只。老鼠？哦，他属老鼠的嘛。通常就是我们会想要整理的时候，就是你看到蟑螂，你就觉得你的环境很肮脏了，因为没有这种昆虫的出现，所以他没有危机感，他不会想说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他就觉得说还好可以过得去。通常我们在收拾的时候是集中分类在取舍，但是它的状况就比较特殊一点，它整个房间的东西用到的很少，就直接把他要的物品清单 list 下来，写下来说他想要带走一些什么，就好像打包行李的概念。哦，我明白你讲什么，感觉我这好了一点满，顶多10样东西，其他的都拜拜，对不对？对。好，这个房间你这样看的话，什么东西你要留的？电脑、电脑可能一样，书本、桌子、椅子、风扇这些。风扇要吧？要 OK，给你一个风扇。对。然后那个相机呢？相机肯定要。 OK，4样。然后一件衣服全部不要。领带你只要收嘛就收。OK，给你收了个领带，还有呢？电视机要可以用。 OK， 好。holiday mood 啊，6样东西。哎，今天早说过了，茶点我请，哇，太容易了，6样东西，我现在可以马上拿出来，我们就可以 say bye bye 了，对不对？真的吗？确定只6样东西啊？这样6样的话怎么处理呢？就是直接把他要的东西，就是先打包起来，好，然后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分类，把它分成要捐出去或坏掉的，是垃圾必须要去丢掉的。明白明白。所以现在有3个大箱子给你装你要留的东西。第一样是电脑嘛，对不对啊？现在我帮你放啊。好，书本 OK， 书本，我们把这个风扇也拿上来啊。好，风扇 OK， 电视机好，放这边。喂，哇，蛮多的。这个是场景啊。那它不是很好的，但是可以用，因为我很少拍，我只是拿它拍月亮。拍月亮？为什么你要拍月亮 ？Super Moon 的是吗？你要拍来骗女孩子是吗？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哈，骗他们的心这样哈。哇，你看，我们摄影师帮你了。哎，怎么样的一个意思？给家这个。要啦，不用客气的啦。无功不受禄。对，无功不受，你是蜈蚣啊。你看那个灰尘也是呀，有时你看。我记得你说这件衣服你是要的，对吗？是啊，再拿开，然后领带，喂，这个领带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可能领带也不会全部要，还是你全部都要，然后等下拆了3卷。呀，我觉得有一些可能不适合你的啦，譬如说粉红色这些还会用到吗？应该不会。哦，我们可以先筛选，因为它不多嘛，我们就筛选要留的。好啊，全部拿走。啊，全部都要啊？你是说我把凯恩放在里面了？对。哎呦，你哦，不用那么直接的嘛，对不对？这个红色刚才我说不要，我就觉得不要啦，啊，这不错的，我觉得啊还不错的。哎，你是单身对不对？哎呦，小东西，哎呦，哎，其实2个有点夫妻相哎，啊。
来，开玩笑啦，开玩笑。来，现在这领带怎么处理？就筛选它要留下来。来，你自己选吧。你喜欢我穿什么颜色？啊，什么？哎，你们两个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我觉得我在这很多余的，我觉得说像一种电灯泡这样子的啊。你们两个做得好，我就像当我透明，能 pass 给我就好。来，继续。其实我们基本色可以留一些，基本色是什么意思？基本色就是这种素面的，我们可以留。不要很多设计啊。对，然后有一些是比较有图案的，比如说重复的，可能可以选择说从5条里面筛选出来。哦 ，OK， 你选吧。对。这些衣服真的不要买，对不对？但是我记得你刚才讲，这个衣橱里面有你爸爸的衣服，你不用问过他吗？他会过来吧，就给他看一下，然后他不要的话就丢吧。不要讲没有啦，可能给到他一次机会，让他再重新的稍微再瞄一下，看什么东西你要留。你还有什么东西要留？来啊，这个裤子要了吗？这个应该要吧，还很新啊。对。然后这个其实也是要的，这个以前人家 sponsor 的，不给面子丢掉。哦 ，OK， 以前人家设计给他的哈。OK，jeans 啊，为什么特别要留 jeans？因为会用到啊，我都很少穿，可是会用到，而且 jeans 可以。其实每一个人家里至少都要2、3条牛仔裤嘛，对吗？牛仔裤是很实际的哦。刚才不讲你2条牛仔裤，越拿越多，根本跟牛仔裤没有关系的。你看，啊，就这样子而已啊，确定啊？其他的不用再看了，你不要给我后悔哈。啊，这张照片是一定要留了，是啊，始终是要收。OK， 这张照片其实就是你的家人对吗？哎呦，哎。真是注定的嘞！你看这个照片哦，他坐在这边嘛，这边留了一张椅子，以后要把你 key 在这边的，你就坐在他旁边呢。哎呦，他妈死！他已经坐在我心中了。我冷到不能讲话了。OK， 所以我很清楚，现在只剩下这3箱是要留下来的，其他的可能就看有什么漏网之鱼，等一下才留嘛，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在处理这些物品的时候，你可以有3到5次的机会去留下你想要留下来的东西。我相信里面有他遗忘了的东西。确定，肯定是有的。我们请小帮手先把这3箱拿出去，我们开始要分类。然后那个花生袋那边里面还有花生的吗？应该是不要了嘛，一包花生。因为里面是 medicine 啊。把药放在这个花生袋里面，为什么呢？会有 air 带修了。有药吗？你们说你们的，我打开看。怎么可能有药？这个是，哦，真的是药来的哦。这什么药来的啊 ？Plaster 哦。哦，受伤的时候，这个需要拿来像用这种所谓的，它的，因为它开了，它的味道会跑掉。哦，你主要是给它不要有那个味道保持，但是里面就只有这么1张而已，而且你好像你1层保护，第2层保护，第3层保护，都完全没有味道，这个应该是很多年的啦，我看不要用了。丢啊！哦，应该是不要用了。这个是什么？你要？没开过，蛮保的。可是我们就没有玩了，我们就放这。我跟我 friend 他们。这个不应该丢吧？你本身会觉得你们以后还会再玩吗？还是你现在就捐给那些有需要的小朋友玩？你觉得你要怎么？也是可以，好吗？就把它捐出去吧，好，以后有了再买嘛，哈。这里呢是回收的，这里是留的，所以这里已经有1次机会，对不对？对，1次机会都是他的日用品。看到吗？烧焦。很危险，它自己会把你整个家烧掉。你的电线到处都是，而且都在脚下嘞。你就冲个凉出来，可能搅点湿哦，你弄到就完蛋了。这个我觉得真的要丢掉，以后麻烦你要注意这些安全哦，这个非常重要哈。所以这一堆呢都是会留在房间的。这些物品等一下我们过后可以做筛选和取舍。哦，还是要再多1轮的筛选，那这个就不用讲了，这个是用回收的，对吗？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些暂时拿出去，然后我们就要供另外一个橱里面的东西，是吗？是的。好了，现在到衣橱了，哇，其实不用什么分类了，直接拿过来哈，我们就跟他全部丢下就好了。怎么收？全部的衣服他都不要的。这衣服是只要抽1件，就好像全部排山倒海要掉下来，对不对？好像交给你吧，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从哪里拉起我也不知道。从上面的衣服，我们先一件一件拿下来吧。我们要确定那衣服至少还是 OK 的。还好了，虽然是有点皱，不要像刚才我拿的那件这样，颜色都泛黄，那这样子的我们就不要捐给别人，好不好？我们捐出去的回收都是那些质地啊，跟它的条件还是很好的哈。我还蛮惊讶的，他要回收的衣服是比我衣橱里面的衣服还要多。这什么？诶，什么事？念书的时候哦，你在 Poly 的时候念的好，这个请问证书在哪里？要说这个是那个咖啡那个证书，哪里有证书？你自己看，我不是瞎了。证书去了哪里？我不能在哪里啊？有吗？哦，有哈，哦，是在这里啊，是吗？空的，也不是，也是空的。
那这些全部都是你刚才讲的那些杯子，你要收集对吗？凤从很多地方收集的一些杯子，他喜欢收这些杯子。好，这就是他的一些收藏品，我们给他保留 ，OK？ 看到橱里面有很多塑胶袋，对，它其实是要用来装一些垃圾等等的，但是它都是塞在里面。对呀、浪费了，这些其实可以拿来用的，可以回收的哦。杯子真的很多，这都是袋子，袋子可以回收的。发现他生活习惯就是随手乱塞东西，而且都塞得很深入，因为里面是什么类型的物品都有。还有这个哦，很有纪念性哎，这是有伪装在里面哎，救了这部电视剧。为什么你会有的？我摄影师，for 他们的 event。哦，for 他们 event， 这个留着，这很有意思的。每次到这个环节后，我特别开心的。凯恩教你怎么样分类跟取舍。先分类吧，因为它有一个状况，就是它会把很多东西堆积在一起。那个分类完全就是你看不到说是什么类型的物品，所以今天是会给你的功课，就是你必须要把物品的类别分出来。比如说，文具类是一个类别，这些文具的东西你就放在一起。然后护肤品类就是日用品这些，你可以放另外一个类别。然后领带啊、衣物的呢，又在另外一个小盒子内。电子产品的又是另外一个类别。然后我发现说你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会把东西放进塑料袋里面，所以你在分类的时候，全部东西是必须要拿出来才放进箱子里面。其实放在塑料袋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久了它的材质会腐化掉，它会粘在其他地方，或者破掉。然后你拿东西的就可能说，一下子全部叠完出来。而且我们现在新加坡也在提倡哦，少用塑料袋嘛，要环保，所以尽量不要再用了哦。这个你知道是什么类别？文件。对，文件的话就分开另外一个箱子。当你分类好后，你就要做一个取舍动作。比如说有一些不需要再用的东西，或者品质差或坏掉的东西，你就直接筛选掉了。所以我们这边就环境交给他，对不对？加油啊！加油！一定要做到最好啊！好，今天我们就来收衣服吧。这是什么风格啊？这个是现代工业风。现代工业风跟以前传统的有什么不一样？传统的工业风基本上你会看到水泥壁啊、粗糙的墙砖和木纹之类的东西。那现代工业风基本上它会把这些复杂的元素全部拿走，它会比较简单化。严格来说，它的房间空间不是很大，因为你加一些砖块又有水管那些，我就觉得真的是很重的感觉，对不对？为什么给它这样设计呢？因为这个设计的话，它的感觉会比较大胆一点，比较符合这边这种有个性的一个性格啦。因为以那个颜色的搭配来看，我采用了这个墨绿青，还有这个灰色。最主要是墨绿青那个部分，就是分隔他睡觉跟他读书的地方。这个房间设计真的是很特别，我相信这边一定很喜欢的。原本乱糟糟的房间，在经过我们一番的整理之后，减少了很多囤积已久的杂物。现在让我最期待的就是这小小的房间，在经过这次的改造之后，会有多大的变化？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Darren， 你知道我最想送这边什么东西吗？什么？一副漂亮的窗帘。哎呦，志田他的房间那么可怜，还用什么？用什么？抹布。来遮光挡光了，又不实际又不好看哎，所以送他一副最漂亮的窗帘是最实际，对不对？非常好的。来，进来看看啊。Darren啊，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啊，白天有时需要在房间休息，有时又在房间里面读书，什么刻灯最适合他？我觉得Day and Night刻灯最适合他，因为他有需要的时候，他都可以跟他关或开起来。哦，那就很好，可以睡得很甜的。可以睡觉。来，选布料。哇，其实我们找了蛮多了哦。随便，你喜欢什么颜色啊？我比较喜欢深色，比较容易打理嘛。深色，哎，我觉得这个不错哎，这个。
因为这两个颜色比起来的话，你看它黑色的，这个它会比较出面啊，所以它灰尘的话会比较明显。哦，连这个布料的话，它会比较滑，所以肮脏的话会比较容易打理了。真的哦，到重点是，完全不透光的，很好哎。对，然后再搭配上这个白纱的话，它的颜色就很完美。喜欢吗？喜欢呢？好，不错啊。那就用这个吧。嗯，好吧可以啊，好啊。嘉润啊，我们要选什么灯给他？除了一般的灯以外，今天我们还要来选一盏灯给他的书桌区。对，我真的需要一个桌灯。 OK，因为 for 它的这个书桌区的灯，我会建议我们用强灯哦，因为它会来的比较省力，而且不会占用到你书桌的那个地方。那我们找找看好不好？好。浩宇大哥，你能过来看一下吗？这盏灯不错哦，各种角度可以调，可以读书。而且有时候它设计也很简单大方，而且主要是它的黑色很适合它房间。那就要这盏好不好？好啊，可以啊，拔出来，拆穿。直接拔。拔。其实啊，新加坡有很多回收衣服的机构。今天我带你来这地方就是新加坡妇女组织联谊会啊，你只要把这衣服啊放在这边就 OK 了。他们为什么会处理这些衣服？我带你来看。哇，这里很多衣服哦。是啊，所捐赠出来的衣服呢，都会摆在这间二手店里卖，这也是他们筹募基金的其中一个管道。没有想到我捐衣服还可以帮到那么多人。很好哈。进来进来。真的是焕然一新啊！乾坤大挪移，感觉像现在一间不对口调了。我很喜欢，我不懂这边喜欢吗？一定会喜欢。一定会喜欢。好了没有？可以进来了啊 OK 啊，好啊。来，准备1、2、3，当当，怎么样？好，很不一样的哦。 This place it finally feels like home. This place it 这个风格主要是以现代工业风为主，所以这个风格的话，主要是为这边这么有个性的一个人量身打造的。而且我觉得可能是找对人了，因为可能他也是男人呐，哦，所以设计的感觉，我觉得这整间房间很有男子气概的，好，颜色很舒服，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一样的东西很大胆，就是你这是乾坤大挪移了。你记得以前你的床位在阻碍整个房间的格局嘛，对不对？那说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做这样的一个格局呢？因为主要这边之前他的床位在那里的时候，他每次会觉得那个窗口那里的阳光照射进来，会照射到他的眼睛，所以比较刺眼。所以主要是我把他的床位移来这里过后，这个床头板的话，基本上会遮挡那一个阳光照射在他的眼睛。我觉得你这样设计是对的。之前呢，他不是用什么哇，我都忘记用什么遮那个阳光了，对不对？又丑又难看。现在拿开以后不止通风了，而且那个光线也亮。但是他也担心你刺眼，所以把那个床位移来这边，太好，厉害，对，很好哎。而且我觉得你善用空间，至少不会觉得整个房间哦被这个床占据了一半，然后走的时候很麻烦嘛。感觉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给你走嘞。是喜欢吗？喜欢，肯定哦。之前这里是衣橱嘛，移去那边，所以这边变成了什么一个收纳空间啊？现在是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书橱了。哦，对，因为之前还有很多书本，你还记得吗？然后这边我看到一些四四方方格子，也是可以储藏东西吗？对，而且这里还有抽屉。哦，很善用呢，整个设计哦，很好哎。Darren，还有一样东西我真的称赞你，这一片。这个设计我很喜欢的，因为它很聪明，把冲凉房隔开后，而且是因为设计的感觉跟这个房间的那个设计是很突出，不会觉得全部东西都一样。对，因为它带得出那个工业风的味道。Darren，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这个房间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但是你可以聪明把它隔开，睡觉的地方跟你读书的地方呢。这个主要是这边以后它会用来读书用的一个空间，因为最主要是他提到他会读书的时候，他会开到很多书，然后又要用电脑，然后完全没有位。所以这个位置主要是它可以放他的课本，而且我们还特地设计了一个额外的这个桌子，给他放他的书，还是他咖啡之类的东西也可以放在上面。对的，一个很聪明一个 L 型的一个设计哈，我蛮喜欢这里的设计的，因为我一直都讲嘛，那种圆形的、弧形的那个位置，我觉得是最难搞的，所以你把它做成了一个收纳空间，对吧？
而且它不会阻碍到，它在这个位置是吧？我已经想了很多年，不知道怎么做。对呀、而且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它还蛮有深度，可以放很多东西啊。这些坐垫是拿来做什么的？主要是给他做运动用的咯。所以你看这个空间是他完全他一个人做运动的一个空间。然后你看下面这个黑色的支撑架，主要是给他固定他的脚的位置。哎，说真的，整个房间你最满意的地方是在哪里？哪里都很满意啊，床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牙根真的想得太周到了。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看电视，还可以做运动也是。总的来说，你很满意它设计对了。好，小小空间能够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要给你加分，不错。哇，凯恩啊，你真的教导有方哎！哦，第一天的时候你的衣服是多到吓死人了，剩那么多呀？还有几套啊，就是冬装，还有一些衣服在外面。不多的，对不对？哎，很好哎。还有很多东西我要学的，这些衣服呢，基本上我家里都有。那领带跟袜子呢，讲真的我很少，而且袜子我真的不怎么收拾。今天真的要靠你教我们。对，在折衣服之前，我要做一个东西，就是买了这个垃圾桶要送给他，哎呦，so sweet 的。因为之前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垃圾丢在房间里面，之前拍过很多，都是很多垃圾丢在家里，在客厅，不见得也送给人家。因为他家就是没有垃圾桶，人家家里是没有这么只送给他呗。啊就是找不到垃圾桶，就要送一个垃圾桶给他。 ，OK 了，OK 了。不过这个垃圾桶是有点小，好像不够他用哎，对不对？每次要帮我清理就好。嗯，OK，没事，你不要在我面前晒恩爱。OK，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做呢？我今天要教的就是那个直立式的折法，它折了过后，衣服就会站着的。你说什么袜子可以直立式针？怎么做？其实是你先把两只袜子就是重叠在一起，然后是1/3，就是把它这样折，然后对折，然后长的袜子其实也是一样，就2个袜子，就你先把它平放在一起，然后也是一样1/3，然后再对折，后来就可以这样站着了，然后你就可以把袜子放进小的收纳盒里面。短的我们可以放一起，长的袜子我们可以放一起。你要记住了，不能再像这样子哦。你之前折袜子就这样打一个结就这样子了，然后多么不是简单，很阻碍位置。你看这种这样整整齐齐排列的，跟这样子你看堆在一起一堆呢，你找的时候其实也是乱的，可能有一些你绑不好了，松掉了，人家找不到。我觉得这样相比之下差这么远呢，这整齐很多了哦。那现在是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我很想学的，就是领带。领带我们也是可以把它折起来，然后再放进收纳盒里面。折起来怎么折呢？整条领带你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面，这个扣的位置上面，然后你整个就对折。再对折多一次，哎，跟袜子的折法差不多一样对，哦。就是你整个对折，然后把它慢慢一样也是这样放在收纳盒的时候，只要你可以很清楚、明显看到那个领带就可以了。哦，所以是这样子放了 ，OK。毛巾其实也可以用站立式的折法。首先我们会把毛巾对折成一半，然后也是用1/3的原理，1/3折进来，然后再1/3，把它这样也是对折1/3，就站起来了。我发现到你折袜子啊、领带跟毛巾都是用这个方法折哦。对，毛巾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是要选一个比较大的收纳盒，对，这种比较大的。毛巾。像这些收纳的东西可以放哪里呢？如果你的橱里面的隔层是比较多层，你可以直接这样放进去。但是如果你隔层比较少的话，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抽屉式的去增加空间。哦，这个是2个抽屉拼在一起的，然后你可以把这一些收纳的小盒子，然后再把它放进去你的橱柜里面。我明白讲什么，要不然你会把它叠在上面也不实际哦，要不然拿东西要拿这样打开哦。像这种小样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这样处理。T 恤呢，折好以后不用放在这个收纳盒里面，直接放在抽屉可以吗？数量多的话，我们可以是用1个抽屉，只是收纳 T 恤，就直接放进来，折好后。这样我可以不可以大胆的讲，现在我们的折法不用你教，也是用这个方法。对 ，T 恤我们可以把它折比较小件，因为我们要放进抽屉。我们是把 T 恤正面朝下，然后对折，袖子收起来，然后再对折，然后也是1/3，就这样站立式。OK， 好。现在是裤子的折法也是一样吗？裤子折法也是一样，来，你试看。我们会把它对折，然后如果有裤脚，你可以把它裤脚收一收，也是一样1/3，然后
再1/3，然后再1/3。哎，这样看起来其实不是很难的哈。不如这样子，我们先分工合作，把衣服啊、裤子全部折好了，放在这种抽屉，我们再把它移过去那边摆放，好不好？OK， 裤子、袜子呢跟 T 恤全部折好了，现在怎么把它摆放在橱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摆放在这一个格子里面。哎，刚刚好哎。对，这样就是可以增加那个空间。然后这个抽屉我们可以直接是把裤子放进来。所以凯恩，通常我们这样放裤子的话呢，是要把长穿放外面呢，还是要怎么放？可以依你的习惯，你可以把常穿的先放在前面，然后比较少穿的放在后面，或者你喜欢颜色分类都可以。然后这个放在上面还是什么？上面？这不可能吧？个可以放在抽屉里面。哦，哇，这样看了真的是很开心的。来，你看放了这个小抽屉以后呢，它就增加了空间。所以这些衣服，当我们这样排列的时候，你要选的时候，你就直接拿，然后一目了然，也不会弄到其他衣服乱。是。OK， 我们现在要怎么开始处理这一堆衣服？我们会依衣服的功能性去排列，比如说工作服、休闲服、牛仔裤。衣架的选择我们会统一设计的，比如说你想要买黑色的，你就全黑。对，很整齐。对，然后很多人喜欢用这样子多重式的很好啊挂衣架。是它可以挂到很多衣服，它跟领带的原理就一样，可能你就会弄乱其他的。是，有道理的，所以你不建议用这个对吧？好，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些衣服都挂在那个橱里面。哦，有上跟下嘞，凯恩，我们要放上面还是下面比较好？衣服我们就放上层，我们可以依据那个衣服的颜色来排列，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比较习惯说，我比较常穿的衣服我要放前面，比较少穿的我放后面也可以。挂衣服的时候，记得每个衣架只能挂一件，然后根据衣服的功能分类，再依照颜色排列。通常你看啊，放裤子我们折这样子呢，还是要这样子来放在衣架比较好？是哪一个方式比较好？就根据它的折痕会比较好，去把它挂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折痕啊，你的意思就这样的整整齐齐这样来哈，衣架就从下面这样一样哈，然后一样，所以应该是这样放对吗？对。做了这么多集哦。帮这么多人把他们的凌乱的一个家庭、客厅啊，还是房间啊，整理的收拾很整齐，真的有成就感哦。觉得虽然不是自己的家啦，但还是觉得很开心这样子。真的嘞，那个衣架统一以后呢，这样的摆设啊，这样的摆放啊，真的是很整齐，看着心里就舒服哦。然后还有2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以以一件衣服作为分隔，比如说这件衣服过后就是休闲的，然后这一件衣服右手边过后就是上班的。另外一个就是当你衣服数量过多，或者你要定期做筛选的时候，衣服统一挂在一个方向，然后你穿过的衣服你就反方向挂，你就会知道说哪一些你常穿，然后哪一些你很久没有动的衣服。去取舍掉那些你不常穿的。哦，这个方法也不错哈，就算你买多了，还可以把一些不要的又再捐出去。是。我们据我了解呢，大部分人的家里呢，至少都有2到3套冬装了。不，你出国不可能全部带去，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这些哪一些是你比较常穿的？这2件。这个比较常穿的。哦，这比较常穿。需要用到。哦，这个就比较少穿。对，这个是自己出门比较好看一点。哦，这样子，我们全部都挂起来吗？我们可以分成2种收纳法，就比较常穿的冬装，可能我们可以直接挂起来，然后比较少穿的，我们可以放进压缩袋来收纳。在收拾冬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衣服放进压缩袋，把多余的空气挤出，这样就可以节省空间。所以你现在学会了房间的收纳，你可以开始去整理你的客厅。可是客厅大多数东西都不是我的。但是之前是因为你的房间凌乱，家人也觉得说把客厅弄乱也不当一回事。你现在以身作则，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好，你就可以要求他们，可能半年或1年之内，他们需要把自己的物品处理好。我跟凯恩呢，能做呢就做到这么多了，以后就靠你自己。好，希望你能够带领家人把整个客厅跟家都弄得整整齐齐，像一个很温暖的家，好不好？交给你啦。可以。看到这一边呢有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再加上他懂得一些新的收纳方法，我跟凯恩呢感到特别开心，很有满足感。我真的希望这一边能够坚持下去，不要让我们失望就可以了。我会用学到的收纳方法来整顿整个家，从我这里开始做起，收拾被杂物占据的空间，把这个家打理好。现在房间变成那么美，那么干净，我才知道以前我浪费了那么大、那么有用的空间。
我以后会好好照顾这个房间，不会再把它弄乱。 And firelight shines brightly in your eyes. 衣服收拾了，房间整齐了，又有足够空间让他读书、休息，还有做运动，这才是一间房间该有的样 This 子。 place here finally feels like home. This place here finally feels like home. All the love and memories that these walls can hold. This place here finally feels like